它是美国第一所海军院校，它是美国海军军官的摇篮，它是美国海军大白鲨的孕育之地，它就是安娜波利斯海军学院。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2006年1月27号，随着一部名为《征服怒海》的美国大片正式亮相，使全世界的目光又一次看向了美国马里兰州的塞文河和切萨皮克湾畔。因为那里不仅是美国海军诞生的地方，更坐落着一座令世界震撼的军事院校——美国安娜波利斯海军学院。作为美国海军一所杰出的军事学府，该校从刚建立出的仅仅 0.04 平方公里，历时近200年，终于发展到如今的占地约 1.32 平方公里。其学院规模之大，设施之全，绝对可以用城或邦来概括。而且学院的每条街道甚至每处设施都有着一个充满历史韵味的名字，比如说该校的尼米兹图书馆就是为了纪念本校的杰出校友美国海军5星上将切斯特威廉·尼米兹所命名的。而那座占地很大的学员宿舍，其走廊总长8公里，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宿舍。1845年10月10号，在经过数十年的筹措后，当时的海军部长乔治·邦克罗夫特采用雷霆手段，终于创建了美国海军首所占地仅10英亩的海军学院。1850年7月1号，在艰难度过建校初期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被正式命名，并且实行全新的学科体系。1861年5月，由于美国内战的爆发，海军军官学校只得奉命迁往罗德岛州的纽波特，并在4年后的1865年6月，在得到国会的批准后，才终于又迁回原址。1899年，该校的主要建筑物开始采用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并且在随后经过多年扩建，成为美国西海岸最著名的建筑群之一。1930年到1937年间，经过多年发展，该校成为全美最著名的50所高校之一。1961年，该校在经过美国政府通过后，其校舍成为国家历史文物，其每年的游客数量高达100万以上。1975年10月，在经过国会的授权后，该校招生开始对女性开放。现如今，作为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基础本科教育学校，安娜波利斯海军学校的格言是 Extensa Tradis， 字面翻译过来就是知识铸造三叉戟，但三叉戟又是希腊神话中海神波塞冬的武器。作为海军力量的标志，这句话本意应该是制海权来自于知识，而学院呢，也以海军荣誉、勇气和奉献以及卓越但是不高傲等为格言。作为如今美国最辛苦的10所大学之一，只有品格、知识、体质和意志全部合格的学生才能顺利毕业，这也就使得该校的录取率也是低得惊人。2004年时，共有14000人报考海军学院，结果入选者仅有1200人，落选率竟高达93%。从19世纪创建至今，在美国海军的发展史亦是扩张史中，安娜波利斯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美国海军军官的主要来源，从这里游出了3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多达4000位将军。这些大白鲨们凶猛异常，在100余年间的时间里驰骋于蓝星之上，用钢铁獠牙拼出了如今的世界第一海军。而就如同西点军校所诞生的众多陆上猛虎一般，安娜波利斯海军学院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海中凶杀，并在美国海军的历史上刻下了自己光彩夺目的战绩。守卫大鲨鱼是一位祖师爷般的人物，这位1859级的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虽然没有突出战绩，却是大器晚成。其年过半百后所完成的大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被誉为海军史上的史诗级巨作，其《海权论》3部曲更是奠定了其《海权论》之父的绝对地位。第二头大鲨鱼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人物。从1901年从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欧内斯特·约瑟夫金历任潜艇指挥官、潜艇基地司令、航空母舰指挥官和舰队航空兵司令等，而且在海军的几乎所有职位中都有不俗表现，足可以称其为海军全才，可以说是空中飞鲨、水上游鲨、水下潜鲨。而欧内斯特·约瑟夫金更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美国舰队总司令兼海军作战部部长。在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海军指挥官的同时，也于1946年因其功绩荣升海军5星上将。
第3头大白鲨更是世界闻名，作为美国海军中当之无愧的5星上将，1905级的切斯特威廉·尼米兹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当即临危受命，用数次大胜不仅重振了海军士气，还给低迷的美国民众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而且在随后率领美国太平洋舰队，不仅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形势，还狙杀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加速了2战日本的覆灭。也正是因为尼米兹无可比拟的杰出战绩，美国政府不仅使其荣升海军5星上将，还把每年的10月5号改为尼米兹日。如今更是有着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其卓越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第4头大白鲨可谓是一位凶悍虎鲨，作为尼米兹的师兄，1904级的小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被冠以蛮牛和水兵上将之称，而哈尔西也在战后因其荣升海军5星上将，被公认为2战中最杰出的海上斗士。而最后一头大白鲨则相对有些鲜为人知，作为哈尔西的小舅子，这位1906级的名将雷蒙德·艾姆斯·斯普鲁恩斯，从小便性格内向，成年后更是沉默寡言。也正是因为其遇事较为谨慎，所以早期的斯普鲁恩斯在海上一直较为低调。但是因为在中途岛海战一战成名后，斯普鲁恩斯开始历任太平洋总部参谋长，兼任太平洋舰队副司令、中太平洋舰队司令和第5舰队司令，成功指挥了马绍尔群岛战役、马里亚纳海战、硫磺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但是可惜的是，这位身经百战的儒将却因为体质问题，止步于4星上将军衔。但是或许是为了弥补美国海军中有斯普鲁恩斯级军舰，但是却没有哈尔西级。而除了这几位世界闻名的大白鲨外，美国海军在向核动力发展的过程中，其1922级的海曼 G 里克佛和1923级的阿里艾伯特伯克可谓是功不可没。里克夫作为美国海军里的怪才，作为美国第1艘核潜艇鹦鹉螺号的诞生，可谓是呕心沥血。更是在赢得了终身海军少将这一殊荣的同时，更是被誉为美国核动力海军之父。而伯克更为出色，作为2战中美国海军最著名的驱逐舰指挥官之一，这位被称为31节伯克的海军名将，史无前例地创造了连任3届美国海军部长的记录，并且在位期间为美国海军的核动力和导弹发展刻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美国海军也为了纪念这位杰出人物，于是将宙斯顿驱逐舰以阿里伯克命名。如今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学生，即使是在美国政坛上也有着很多的身影，其中最为出名的是第39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便是1946年从这里毕业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从此处毕业的航天员也要比其他院校多上不少，称得上是太空飞鱼的一大巢穴。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